中国只用550万美元就做出了 DeepSeek， 那印度为什么不能用更低成本做出自己的 AI 呢？2025年1月29日，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阿什维尼在一场活动中如是说道。随后，印度媒体和网民纷纷转发这番发言，不少人还直接艾特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原来2023年奥特曼在印度出席活动时，曾被问到能否用1000万美元打造出一个可用的 AI 模型。奥特曼直接表示想也别想，这纯属浪费钱，搞得在场印度精英们很没面子。显而眼看着 DeepSeek 大获成功，印度人又重新燃起了 AI 梦想。2025年2月，莫迪老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表讲话称，如今的 AI 发展都是由发达国家引领的，而印度作为南方国家领导者，将走出一条独具印度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知道很多观众老爷这是要说了，印度人又在吹牛，谁不知道 AI 这条赛道就中美2个玩家，还扯什么 AI 啊？但实际上这一次老贤还真没撒谎。过去几个月，印度 AI 已经成了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甚至多次登上国际新闻头条。更重要的是，其技术路线确实也和中美完全不同。画面上这位大能名叫杜加尔，著名 AI 独角兽 Blooder AI 创始人，该公司曾获微软、亚马逊、软银和卡塔尔主权基金等国际资本的投资，估值一度高达 16.3 亿美元。该项目的特点是能够理解用户需求，随后自动生成代码，调配资源完成任务，号称用户只需注册登录就能喜提一个永不罢工的 CTO 加工程师团队。2023年，微软曾高调宣布将该平台整合进了自家的云办公体系。微软副总裁乔恩·廷特还亲自为他站台，说这个项目前所未有，能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开发者。那么，这个神奇的项目是怎么做到理解用户需求，并且自动生成代码的呢？2025年5月20日，真相曝光了。原来杜加尔在印度海德拉巴雇佣了数百名廉价码农，一天24小时轮班待命，收到用户需求后将其拆解为几个部分，然后分工敲代码，最后将拼接起来的结果在对话界面提交给用户。你就说人工不人工，智能不智能吧。更搞笑的是，今年年初杜加尔主动辞去了 CEO 职位，给自己搞了个非常扯淡的首席魔法师称号。当时媒体都说他标新立异，不拘一格，没想到是为了跑路提前做的准备。随后该公司被爆出财务作假，2024年实际营收仅为5500万美元，却对融资伙伴声称营收 2.2 亿美元。更离谱的是，就这5500万美元还是和一家印度社交媒体互发假发票刷出来的。一连串噩耗爆出后，公司账户被美国紧急冻结，然后接着的 CEO 发现公司账户上总共剩下500万美元。而卡塔尔主权基金领投的 2.5 亿美金已经不知所踪，微软、亚马逊、软银等各大股东也是一脸懵逼，不是哥们儿，给你投钱做人工智能，结果你把哥几个当猪仔，造孽！其实这些欧美资本家还是吃了不了解印度的亏，因为在神奇的印度确实有一批人是在认真钻研 AI 的，如果这几亿美金给了他们，那拿出来的成果肯定比杜加尔这个首席魔法师靠谱得多，只是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有点不太体面。2020年，纽约时报曾报道，印度大约有120万人正在从事电信诈骗，仅2022年一年就从美国骗走了100亿美元，约相当于同年美印贸易总额的 9%。而早在 AI 技术刚火起来的时候，印度电诈分子就察觉到了它在造假方面的巨大潜力。经过几年修炼，许多电诈团伙已经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声音克隆、仿制文件、仿造影像等技术手段了。2025年6月，印度时报公布了一项非常吓人的数据。2024年，印度网络诈骗案件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91万起，几乎是2019年的10倍。而这其中 80% 的案件都使用了人工智能手段，也就是说 AI 在带来工业革命和艺术革命之前，已经在印度提前完成了诈骗革命。要说全世界哪个行业的人对 AI 搞钱最熟悉，印度电诈集团说自己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第一。除了用 AI 技术骗钱以外，印度人还特别热衷于用它搞政治活动。早在2020年印度大选期间，国大党和印人党就开始利用 AI 换脸技术和声音克隆技术为政客制作拉票视频。到了2024年大选，更是演化到政党直接向电信公司订购相关服务，对选民进行信息轰炸的地步。
仅选举前2个月，一家印度电信公司就打出了5000万通人工智能生成的语音克隆电话。而在北方邦，一些年轻政客为了给自己拉票，甚至不惜用 AI 技术复活死人，让那些曾经的高人气政客为自己站台。比如国大党政客维贾伊瓦桑斯就利用人工智能复活了他的父亲，并对选民们喊话：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依然坚持为人民服务，即便因此感染病毒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我人虽然不在了，但我的精神与我的儿子同在。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死人比活人好用。除此之外，伪造对手的视频辱骂选民、通敌卖国等手段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据一位专为印度政客提供深度伪造服务的商人表示，2024年这次大选，各政党用在伪造视频和音频上的费用至少为6000万美元，这笔钱都赶上一部宝莱坞大片的制作成本了。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难道莫迪老先就眼看印度的 AI 技术走上歧途而无动于衷吗？当然不是，实际上莫迪自己用的也很开心。2024年5月16日，大选开票前半个月，莫迪老先亲自转载了一个爆火的 AI 视频，内容非常魔性也非常粗糙，就是他在台上跳舞，伴奏则是宝莱坞的经典舞曲，此举得到了不少年轻选民的支持。而对于那些基层的印人党政客们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就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了。过去没有人工智能时，他们必须挨家挨户的敲门宣讲，而现在只要到呼叫中心去克隆个声音，以后想说什么，直接让呼叫中心给选民们打电话就行，不仅省时省力，还顺带解决了语言障碍。要知道，印度各邦语言多达上千种，光是官方语言就有22种，以前这个很难接近语言不通的选民群体。但现在有了 AI 技术，一切都不一样了。其实仔细想想，这件事情非常赛博朋克，因为全民普选制度在西方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给了普通人一种自己能决定选举走向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可以现场聆听政客演讲，近距离与政客握手，甚至在投票前夕还能接到政客的拉票电话。换言之，参与感来自于一种贴近生活的活人感。但现在打电话的变成了 AI， 宣传视频也变成了 AI， 甚至未来电视转播的演讲者可能也是 AI。那么问题来了，选民投票的对象究竟是真人还是一个数字信号组成的空壳呢？而如果所有候选人都用这种方式拉票，那这种选举究竟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还是一场充满虚构的数字表演呢？在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印度 AI 发展的一个怪象，即在工业技术贫弱的前提下，印度人并没有选择用 AI 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是将其大张旗鼓地运用在了意识形态领域，这就导致老百姓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类 AI 制作的谣言、假象和诈骗。一般来说，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应该大力整治谣言，规范相关法律，可印度政府自己也患上了 AI 依赖症。今年印巴空战后，印度政府为了掩盖战场失利的事实，出动了大量网军，批量散发各种 AI 制造的图片和视频，企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结果沦为全球笑柄。由此看来， AI 技术其实很像一个国民性格放大器，在利益至上的美国，它是股票市场和金融巨鳄的至宝；在强调实用的中国，它是产业革命和提升效率的神器；而在研学上脑的印度，它已经成了谎言发射器、愚民工具箱。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科技进步并不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关键在于谁掌握着它，如何使用。出人意料的是，对中国9·3阅兵反应最大的，并不是吓得连夜给国防部改名的美国，反而是刻意错过了纪念活动的印度。毕竟，特朗普即将砸入的10亿美元，除了给整个部门的 logo 来一波大升级外，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莫迪却是在发现中印武器代差过大后，真的投入海量资源，搞出了一个15年国防计划，将核动力航母、无人作战装备等先进武装力量都纳入了考量。可有意思的是，与美印两国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不同，俄罗斯却在此次阅兵后表现出了心情大好的状态。中国阅兵的余威似乎已经将莫迪逼到了绝境，以至于身为老先的他都不得不狠下心选自己一把。
反倒是普京凭借与中国的友谊，无形中就形成了场外最大的赢家。要说此次中国阅兵最大的特点，那无疑就是一个新字。2015年胜利日阅兵还只是展示了广为人知的冰山一角，但仅仅10年的时间，中国军队就以一种全世界都快看不懂的姿态重回了大众的视野。海陆空全覆盖的无人作战装备已经令各国应接不暇，更不要说还有激光武器、战略威慑导弹等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中的作战单元。通过10年的体系化改革与现代化整编，中国军队对内展现了这10年来的蜕变，同时更是向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中国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防御的角色，而是能在战略层面主导局势的强大力量。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追赶，更是进入了引领的新阶段。因此，在9月3号当天，国际舆论几乎被中国阅兵的画面刷屏，全球媒体也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北京。这也是为什么从9月3号开始，印度和俄罗斯的反应就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基于中国有合作又存在微妙战略竞争关系的邻国，俄印的表现必将直接展现出当下国际格局形势的演变。如果说哪一个国家在9·3阅兵之后显得最为不安，那一定非印度莫属。毕竟印度可是一个时不时就会打出边境牌，并通过制造摩擦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国家，而这也就意味着与中国之间的军力差距必将成为印度最敏感的神经。在过去20年间，由于抱上了美国的大腿，印度便理所当然般对外宣称自己正在崛起，为此甚至不惜罔顾现实的渲染其大国地位，只为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可从去年开始，这条已经形成依赖的老路却突然变得坎坷起来。为了响应美国产业链替代的号召，印度制造的口号就被提了出来。但想让制造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的不完备显然就成了印度亟待解决的难题。于是莫迪政府在去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力图为制造业开辟一片天地。不过莫迪显然忽视了印度的基本国情。作为一个将种姓制度融入种族天赋的伪现代化国家，印度 40% 的土地始终掌握在 1% 的地主手中，突然就要大搞土地改革，这岂不是说要了高种姓们的命？面对莫迪这个背叛阶级的敌人，地主老爷们果断奋起反抗，发动佃户、农民上街抗议示威，差点直接断送了莫迪的执政生涯。再加上特朗普上台后又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激起了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让莫迪不得不赶快想办法转移矛盾，来舒缓国内的政治压力。根据常规思路，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显然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解题思路。可不知是不是这几年光顾着捞钱，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居然让印度在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印巴冲突中拉了大垮。拿着法国先进的阵风战机和战场先发优势，还能打出被中国歼10完败的战绩，这就让印度这些年来做出的大国伪装被彻底扒了个干净。尤其是中国此次在阅兵中展现出来的空军力量，让大放异彩的歼10都成为了陪衬，这无疑就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摆到了印度面前。中印在军事科技上的差距正在被无限拉大。于是从9月4号开始，印度的舆论场就不断爆出粮食价格上涨、青年失业率高居等问题，民众们都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其过度强调大国崛起而忽视民生。阅兵带来的心理落差直接放大了印度内部的所有社会矛盾，这就给莫迪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立刻拿出一份看似合理，实际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落地的国防计划，来平息民众的愤怒。印度现在的处境可谓是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对于一个迫切需要找到心理安慰的国家来说，谁还管你美国优不优先？印度现在只想以自己的国防战略为第一要务。因此就在国防计划提出的前一天，印度财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就先一步强硬表示，印度还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印度忤逆美国的表态，或许依旧存在着倒卖石油赚取差价的心思，但在此之外，恐怕也多了几分储备能源资源，以备国防工业续命的长远考量。听闻印度愿意和美国翻脸，继续购买自己的石油，普京估计做梦都能笑醒。毕竟在莫迪的国防计划中，除了核航母与舰载弹射系统之外，还明确表示与法国达成了200亿美元协议，将继续增购114架阵风战机与500枚高超音速导弹。先不说这些武器装备将会在未来消耗多少的能源资源，单就印度在实现国防计划期间带动发展起来的配套产业，就会成为一个吞噬能源的巨兽。试想，未来15年内，印度都会因为能源安全与俄罗斯深度绑定，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内，俄罗斯不再需要为美西方的制裁而头疼。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好事。再者，大把的廉价石油你印度都买了，那廉价的俄制武器装备要不要也来一点？要知道，印度 70% 的装备体系都源自苏联与俄罗斯的传承，这也就意味着印度想要摆脱对俄制武器装备的依赖更是成为了不可能。
这不，还没等莫迪开口，普京就主动凑了上来，表示愿意对印度转让5代战机苏57的生产线，还配套出口苏34战略轰炸机。这印度就算是含着泪也得买呀。最关键的是，普京如此押宝印度，也只是俄罗斯战略的一环。在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展开了一系列连环布局。首先是能源合作，中俄双方突然重启了搁置多年的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年供气量高达500亿立方米的管道项目，一签就是30年。这就不仅仅是为俄罗斯带来数百亿美元的稳定收入，更是被西方制裁多年、经济困境加深的俄罗斯的额外保障。此外，在中国收获颇丰的普京，在结束了中国之行后，转身就奔赴了第10届东方经济论坛，这无疑就释放出了更加重要的信号。显然，俄罗斯是要借助中国的资本和市场，把远东变成中俄合作的全新增长点。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更是互通了民间交流的对等免签政策，这就不仅便利了旅游和商务往来，更是释放出了一种信号：俄罗斯要在社会层面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于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俄罗斯而言，更是堪称重返国际的重要一步。短短几天时间，普京既稳住了经济，又巩固了外交，还提升了形象。对比之下，莫迪在同一时间却显得手忙脚乱，也就难怪普京会成为中国阅兵场外的最大赢家了。